好嘛，穿越就接盘破产企业，储物袋里就剩3块下品灵石，这也太惨了。丁，超维灵阵系统激活，族主可以通过改造灵舟获取修为，当前等级凡人。首次任务完成一批灵舟改造订单。金手指，我就知道。行吧，先找客户，让我看看资料。孙茂，东海郡最大的领主，旗下有8艘灵舟，资金雄厚，就是他了。孙前辈您好，阿飞修理铺没听说过，我找了7、8家大型工坊都不满意，你一个小铺子能做什么？你凭什么让我相信？你倒是知道些情况，说说你的方案。问阵法技术能让您的灵舟提速3倍，外加防御阵法和探测阵盘，具体方案能否当面详谈？明日此时，我到你铺子看看。恭候前辈大驾！你就是电话里的那个人，看起来不过20出头。修行不在年高，前辈请坐。说吧，你有什么本事？灵舟追风号跟了我30年，是发间妖兽越来越凶，普通防御阵根本挡不住。方案分3步：第一，换装天罡烈焰阵作为动力核心，速度可达普通灵舟的3到4倍；加装玄武师探阵，能提前发现妖兽踪迹。第3呢，唤醒攻击阵，能模拟高阶灵兽气息震慑敌人。虽是幻术，但足够让妖兽和散修退避三舍。唤醒阵，你怎么保证效果？先改，前辈验收满意再付全款。不过材料费用需要前辈先垫付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有胆色。预算你不用操心，够了，绰绰有余。那就这么说定，改造期限1个月。我等你好消息。3万上品灵石，系统启动改造方案。正在扫描追风号，建议方案更换天罡烈焰阵核心，加装玄武护盾、灵石探测阵，预计耗时25天。干！
成了。你准备好了吗？那个天罡烈焰阵是真的，还有船头的灵石探测阵，这看起来完全是战船配置。前辈勿忧，这些只是高仿的幻阵和防御阵，它们能震慑妖兽与歹人，不违仙盟之规。如此甚好，真的，千真万确。您上船看看就知道了。灵石操控盘、自动导航阵、远距离传讯阵，你这是把我的渔船改成仙舟了？前辈满意就好。满意，太满意了！这艘船跟了我30年，我舍不得换，现在它跟新的一样，不，比新的还好。这灵力回路太流畅了，损耗至少降低50%。探测阵覆盖范围至少300里，这比仙盟巡逻舟的还强。走，跟我出海试试。前辈，铺子里还有事儿，我就不去了。您放心开，绝对没问题。好小子，回头我请你喝酒。董事长，启动阵法的灵力消耗几乎感觉不到。试试速度。啊！这么稳，以前启动时晃得我站都站不稳。董事长，您看这个。动力核心。天罡烈焰阵原版非仿制，最大航速50节。防御系统玄武护盾阵，可抵御5阶妖兽攻击。探测系统灵石探测阵，覆盖范围500里。附加系统还有唤醒攻击阵，不是仿制，是真正的攻击阵法。这根本不是渔船，这是战船啊！黑衣少年这小子，他到底给我装了什么东西？这要是被仙盟发现，我们全都得进去。识别未知势力灵舟，疑似妖兽或邪修。本船队9艘灵舟，红色目标6个。董事长，根据速度和方向，他们就是冲着我们的渔场来的。要联系最近的仙盟巡逻队。是，马上执行。孙氏渔业，你们的位置距离最近的巡逻舟至少2个时辰才能到，建议你们不要反抗，收起灵帆等待。不反抗？上次张老四的船队就是听了这话，结果全船被邪修屠杀。董事长，我们都没打过仗啊。那也要打。追风号上有这些阵法，不是摆设。干了！这些年被欺负够了。孙氏渔业，他们的位置离我们至少3个时辰，最快的一艘战船过去也要1个时辰。先出发，能救多少是多少。传令破浪号全速前进。
这不是幻阵，这是真正的攻击阵法。前方不明灵州，这里是孙氏鱼影追风号，你们已进入我方渔场范围，请立即离开。承父，请立即离开。无效，短发青年，目标锁定，伏剑准备，完成。再警告一次，停船受降，否则全部击沉。回去得好好问问。这些邪修灵舟是你们击退的？是。风号太强了，那些伏剑和灵晶炮简直是战船级别的。别高兴太早，探测阵显示30里外还有一支舰队，不是修士船队。一个大的，5个小的，这规模比刚才那批强多了。是月兰国的修士舰队。手操有1艘2吨级的海蟒汉船，2艘1000吨级护卫，3艘攻击艇。月兰国，他们怎么敢进我们海域？啊！探测阵发现附近有座无名岛，下面藏着灵石矿脉，他们是想来抢矿的。前方渔船听好了，这里是月兰国修士舰队，这片海域现在由我们接满，立刻离开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对面的指挥官，这里是华国海域，你们已经越界，请立即退出，否则我方将采取必要手段。一艘小渔船也敢威胁我？短须军官，给他们点教训，就当实弹训练了。明白。短发青年，锁定那艘护卫灵舟，发射小型破甲伏剑2枚。锁定完成，发射！怎么回事？那是什么船？报告，护卫灵舟和攻击艇被击沉了，是伪装成渔船的华国战船。鬼敢耍我！传令，全舰队压上去！
所有攻击阵法全开！我要让华国付出代价！要不要先请示？董事长，他们全冲过来了，后面还有3艘我方渔船，渔船会被波及。追风号迎上去，把战场引开，其他渔船后撤30里。这速度啊，都太疯狂了！华国战船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识相的就停船投降。苏指挥官，最后一次警告，退出华国海域，否则一切后果由你承担。就凭你一艘小船，全舰队饱和攻击，发射！太多了，至少几10发攻击。启动玄武护盾阵最大功率，灵光拦截阵准备。全部拦截了。天哪，我们挡住了！这是什么级别的防御阵？他们还有5艘。灰衣少年，启动天烈焰炮！反击！瞄准敌方攻击艇。瞄准护卫灵舟，发射！指挥官，3号攻击艇沉没，2号护卫灵舟重创，对方防御太强了，我们的攻击完全无效。一艘小船怎么可能挡住饱和攻击？他的护盾难道是元婴期级别的吗？指挥官，我们已损失3艘，1艘重伤。对方的机动性太强，我们的锁定阵根本跟不上，需要请求空中支援。联系计划基地，请求飞行灵兽支援。另外，探测阵发现1艘华国大型战船正在全速赶来，距离约1个时辰航程，应该是他们的巡逻队。1个时辰，我们撑不了那么久，必须在那艘大船到来之前解决眼前这个怪物。越南舰队还剩1艘驱逐舰海蟒号和1艘重伤的护卫灵舟，其他全部击沉或失去战斗力。追！不能让他跑了，一旦他们回去搬救兵，麻烦更大。董事长，他们慌了。
海蟒号的速度只有20节，我们30节，很快就能追上。等等，探测阵上有2个星光点从东岸向高速飞来，速度极快，不是船，是飞行灵兽，他们呼叫了空中支援。空中加上海上，我们能扛住吗？停止追击，准备应对空中威胁。启动所有防空阵法和护盾。还以为是什么厉害角色，就一艘1000吨级的小船，海军那群废物连这种对手都打不过。队长，一枚破灵符剑就能解决。锁定目标，发射！干冲了！打下来了！我们把飞行灵兽也打下来了！这辈子值了，值了！别庆祝太早，海蟒号还在逃，巡逻队的战船也快到了，我们这艘渔船的秘密瞒不住了。董事长，是乔明队长的破浪号，准备迎接客人吧。联系那位修理师，让他赶紧想个解释的说法。什么？击沉了月兰舰队，还打下来2只飞行灵兽？系统，你给我出来！唤醒攻击阵备注已说明，本阵法威力等同于标准攻击阵法，宿主未仔细阅读条款，系统不承担责任。我要被谢梦抓去审了！队长，我们已经进入目标海域。但战斗好像已经结束了。汇报情况。月兰舰灵舟4艘确认沉没，1艘重创还在逃窜。另外，附近海域发现2只边扯战鹰的残骸。谁干的？是那艘渔船。哈！探测阵显示，追风号现在正在追击海蟒号，速度35节。35节，这比我们的战船还快！马上接通追风号的传讯。请解释一下刚才发生了什么？长发男人说，月兰舰队入侵我方海域，试图占领灵石矿岛，我们被迫自卫。你们击沉了4艘灵舟，打下来2只战鹰，1艘渔船怎么可能做到？这艘船是经过特殊改造的。具体细节您得问改装它的那位天才。不管怎样，你们现在的行为已经引起仙盟注意了。我建议你立刻停船，等待我方调查。
明白。追风号会继续追击，直到我方巡逻队接手。破浪号会从侧翼包抄，保持通讯。为什么打不中？为什么？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指挥官，对方的速度太快了，我们的速度跟不上，而且他们的拦截阵太密集，所有攻击都被挡下来了。完了，6艘灵舟，2只战鹰，全都毁在一艘小船上。队长，已经3个时辰联系不上追风号了，传讯预检完全没回应。全速前进，必须尽快赶到那片海域。队长，前方天空有火光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坠落。那是飞行灵兽的残骸。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无法识别是友军还是敌军。无法判断，那艘船的速度至少35节。指挥官，前方发现华国大型战船，后方那艘怪物还在追，我们被包围了！升起白旗，投降！投降！对，至少能保命。用公共传讯阵联系那艘大船。请求他们接受投降，并制止后面那艘疯子船。华国战船，我宣布投降，请接受我们的投降，那艘小船停火。苏指挥官，你入侵我方海域的时候，可没想过投降。我认栽了，求治治他！啊！他们直接开火了。海蟒号已经沉没，苏海金等指挥官估计凶多吉少。那艘追风号到底什么来头？董事长，越蓝舰队全灭，但我们得面对破浪号了。开过去吧，该解释躲不掉。
前方船只，报上你的身份。乔队长，我是孙氏渔业公司的船主，远洋捕捞作业渔船追风号，舷号于86349。渔船？你管这叫渔船？你当我没长眼睛？它确实是渔船，只是经过了一些改装。改装？哪个造船厂改的？阿飞渔船修理厂，老板叫沈飞。一个修理厂？你告诉我，一个修理厂能把渔船改成战船，还继承了整个越蓝舰队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您可以上船检查，也可以去见沈飞本人。我派小艇过去。好，你准备好接受调查。这些人都是你的船员？他们都是普通渔民，跟了我10几年。这炮不像仿制品。我之前也以为是高仿还真，直到打起来才发现都是真家伙。你之前不知道？是我真不知道。那小子跟我说全是仿制阵纹，用来吓唬妖兽和邪修的。谁知道他装的都是实打实的攻击阵法。一个修理厂老板能拿出这种级别的阵法，他背后是什么势力？最近突然像开了窍一样。带我去见这个沈飞，现在就去。130毫米双联装零精炮，配备自动装填阵纹，每3息能发射2发灵光弹。3息2发，这射速比我们破浪号的主炮还快。130型11管近防阵，每分钟能发射1万发灵光符箭，专门拦截来袭的符箭和飞行灵兽。每分钟1万发。你知道破浪号的近防阵才每分钟4000发吗？这比仙盟任何战船都强。看这警阵的纹路是远古遗留，它能引海力为我所用，但需你我合力开启。还有导弹，能发射防空、反舰、反潜3种。放进去的。书上说用的是模块化灵纹封装技术，我也看不懂。还有什么？一次性说完。装的是有源粒子相控阵探测阵，覆盖范围800里，能同时锁定200个目标。相控阵，连仙盟最先进的战船都还在研发阶段，你一艘渔船装上了。这是说明书，您自己看吧。
GT225千型天罡烈焰阵核心，玄武护盾，灵光拦截阵，自动装填，相控阵。这根本不是渔船，这是未来战船。乔队长，您看这个情况能不能从轻处理？他也是好心，想帮我们防妖兽。这件事我做不了主，必须上报仙盟。乔民，什么事？曹指挥，出大事了！月兰国一支舰队入侵我方海域，被一艘渔船全灭了。哦，你说什么？千吨级的渔船，比我们的破浪号还先进。你确定不是在说笑？性命担保，那艘船上有相控阵、探测阵，还有一套我们都没见过的动力核心。一艘渔船比仙盟战船还强。这家修理厂是什么来头？他是哪个仙门的弟子？散修没有任何背景，3年前开了修理铺，差点倒闭。最近突然……不错，最近接了3笔大单，再干几个月就能财务自由了。这什么情况？你就是沈飞？是我。奉仙盟令，阿飞修理铺从现在起由战船司接管，所有人不得擅自出入。我犯了什么事？无可奉告。系统能不能检测一下外面的破浪号？正在扫描，目标：仙盟破浪号战船，常规动力，灵纹驱动，可升级方案：第4代熔岩合灵阵、相控阵、探测阵升级。是否导出破浪号升级方案？导出来，存到空白预检里。你就是乱发少年，比我想象的还年轻。晚辈见过曹指挥。你的追风号改装方案是从哪里得来的？是我自己琢磨的。
自己琢磨。一个刚毕业的散修，能琢磨出比仙盟还先进的技术？专门研究灵州阵法。130毫米灵晶炮的炮管材料，我们检测过了，强度是普通炮钢的3倍。你能告诉我，这是什么技术吗？是加入了稀土元素的新灵晶配方，具体比例我可以提供。稀土元怪能承受多少发？至少1200发。1200发，国际最先进的炮管也只能打400发。口说无凭，灰发学者安排实弹测试。好，你去指挥破浪号配合。开始测试，先打100发。动力室有重大发现，那台天罡烈焰阵核心不是仿制品，是完整的 GT-2 武器。什么 GT-2？ 那是英兰国通用灵蟹宗的尖端动力装置，他们早就终止向我方转让了。看看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东西哪来的？你背后到底是哪个势力？盖版而已，完整版我还能造更好的。你一个人造出了 GT-2500？你知道英兰国多少灵阵宗师花了20年才研制出来吗？我方科研宗派上百人仿制了10几年都没成功。我比较有天赋。这叫有天赋，这叫妖孽。这不是渔船，这是未来战船，超越目前认知至少2代的超级灵舟。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想帮孙老板防妖兽，没想到装过的头了。黑发少年，我不信你没有团队。未来战船至少需要上千人的灵蟹宗师团队，5到10年的研发。高院士，我真没有团队，加上修理厂的10几个工人师傅，长须男人他们在海上安全，稍微改装了一下。法院士，我可以作证，这艘船确实是送去修理的。黑发青年说的都是真的。我一个普通商人，哪敢掺和这种事儿？一个人改造出超级战船，这不符合修仙界的常理。其实时间有点仓促，追风号吨位太小，很多东西搞不到手。
不然还能再先进一点点。这还只是仓促之作，国家队都搞不出来的东西，你说是仓促？哎，是的，这不可能！辉法院士，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重新评估这个年轻人的价值了。这是重罪。我知道，但我可以弥补。这是万吨级仙舟的完整研发资料，标准排水量16000石，第4代熔岩核灵动力，336臂仙炮。你说什么？16000石核灵动力电磁炮，这是天舟，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天舟。这些资料太珍贵了，有了它们，我们能造出修仙界最强大的盾剑。真的，千真万确。这些技术至少领先当前水平20年。老胡，有件大事，55型仙舟项目立刻停止采购北冥宗现代级的计划，我们有更好的方案了。指挥，你疯了！采购预算是50亿灵晶，我都准备签字了，你说停就停。有个修理铺老板把一艘渔船改成了超级战船，对，还击落了2只战鹰。现在他拿出了万吨级天舟的完整资料，技术超越英兰国。你在跟我讲银河系神话吗？你在跟我讲银河系神话吗？你最好亲自来一趟。如果发现你骗我，我跟你没完。我这算立功了吧？能免罪吗？免罪？你小子想得美！说，你的修理厂，你所有的技术全部由仙盟接管，你本人必须跟我们走。那我的产业呢？我刚接的几笔大单。所有人签保密灵契。系统，我要跑路。跑路成功率0.3%。别哭丧着脸，跟我走，不是抓你去坐牢，是请你去做首席改造师。我就想安安静静修个船，怎么就成了仙盟的研发专家了？
小子，你摊上大事了，不过是好事，搅动了整个修仙界的格局。你的名字将来会刻在仙盟的功勋碑上。现在只想刻个免死金牌。这都第3天了，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看资料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啊！老板，哦不，该叫少校了。少校？什么少校？我私自改造战船，没被抓去坐牢，反而成了少校。军部首长说了，你的技术能改变整个修仙界的格局。这也太突然了。本来要有正式授衔仪式的，但为了保护你，暂时保密。想想，前世核武灵阵的那些宗师，被英兰国特工暗杀了多少？虚名不重要，活着才能继续搞研发。小时候做梦都想当修士军人，没想到真实现了。穿上法袍确实比你那身破工作服强多了。修船是我的老本行，改不了。黑袍少校，我是国安部派来的护卫，奉令负责您的安全。我是平头护卫，您的贴身护卫。从今天起，我们会寸步不离。不用这么夸张吧，我就是个修船的。您现在掌握着仙盟最高机密，这是命令。好吧，不过我上厕所你们也要跟着。门外候着。别，还是叫我阿飞顺儿。阿飞，这杯酒我必须敬你。你救了我们几10条命。孙老板客气了，我也是碰巧。碰巧能把渔船改成战船，您这碰巧也太厉害了。这是我珍藏了30年的茅台灵酿，今天开了，敬黑衣青年。好酒。小子，你现在可是仙盟的红人了，好好干，将来建出万吨天舟，我申请调到你手下当舰长。感情好，到时候让你开最先进的沈飞号。这名字也太土了。
系统我造出万吨天舟，我要让整个修仙界都记住我的名字。沈少校，站稳！您再往左晃一步，就得和地面敬礼了。我没醉，我只是战略性重心偏移。你们国安部服务还挺周到，是警卫员职责。资料都带上，别忘了那帮师傅也得带。喝成这样还惦记人。两位首长要见你。长，昨晚还在喝酒，今天就见首长，看来是真有大事。走吧。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装备部长，胡部长好。不错，有点上头。年轻人嘛，能喝是好事。不过今天叫你来啊，5.5型驱逐舰项目上闹，所有资源向这个项目倾斜，人、钱、设备、配套单位都给你开路，不是让你参与，是让你负责。我愿意为海军建设出一份力，不过我有个小要求。我想把修理厂的10几位工人师傅一起带上，我不能自己走了，把他们扔下。他们虽然不是体系内科研人员，但跟着我干了很久，手上有活，也懂我的思路。哼，我还以为你要什么特权，项目真要往下推，他们能帮上忙。准了，人你全带走，江南造船厂给你腾地方。到了江南厂，可没人会因为你是天才就自动服你。你让位子给你的人，只有你的本事。我明白。您亲自过来，是不是有大项目落地了？设备我带来了，资金批了，最好的军舰研发人员全部集中。是不是拿到外面的成熟技术了？没有，不妨碍我们自己造。采购计划取消了。大型驱逐舰不是小打小闹，没有现成路线，风险太高。先买回来消化吸收，再往上走才是最稳的办法。取消？那可是最快提升战斗力的办法。现代级的性能摆在那儿，海军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。我今天来不是跟你商量买不买。总设计师另有人选。不是我。55型项目正式启动，我宣布，项目总设计师少校青年。少校，这么年轻，修理厂出来的。我不是针对个人的，可万吨级驱逐舰是什么概念？大家都清楚。我们连6000吨级的路还在摸，直接上万吨，步子是不是太大了？更关键的是，总设计师至少得有大型军舰研发经验吧？
项目不是天马行空，更不是靠灵感，没经历过完整体系才是问题。你做过大建吗？你们今天不是来陪我讨论从零开始的，你们是来接手答案的。总成分系统、动力、雷达、武器布置逻辑都在资料里。造船厂5行优先，所有人无条件配合黑袍少校。从现在开始，造船厂其他项目全部让位。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拿了个什么东西来。这不是现在的船。吨位这么大，火力布置还这么激进，动力怎么力还？你拿什么支撑全舰供电？拿什么保证持续输出？所以我没用现有路线。动力改熔岩堆，你是说采用新型载热体系？载热剂不是问题，关键是你们别在沿旧路做能量转换。这套体系真正要解的不只是发电，是全舰功率分配和稳定输出。对，如果海况恶劣，电力波峰怎么平抑？分层废电、主干冗余、武器系统错峰管理。反应堆维护窗口呢？翻第7册，舰岛这么收，雷达世界会不会受影响？你看见没有？他们不是在给首长面子。我看见了。通知全国相关配套单位，全部进入55型保障序列，材料优先级全给我提到最高，把这个船的底子立起来。55型不是今晚就下水。总师，我有个问题呢啊。一个一个来。坐。白天那套全电推进，我还有2个地方没想透。你说。第一，动力冗余和高峰火力调用怎么同时兼顾？别把它们放在一个时序里想，系统边界再看功率调度，问题就没你想的那么死。下一位，如果和武器装填冲突怎么办？重新分配中后段载荷，具体算法在第3套方案里。下一位，新动力体系的安全冗余够不够？下一位，如果配套单位跟不上，我们是不是得下调目标？不是下调目标，是提前拆解难点。他哪里是做过一艘？造不出来的不是目标，是组织方式。像是已经把我们还在摸索的路全都走完了。总师，白天是我看清你了。项目上，以后你怎么安排，我怎么执行。咱们是一起把船造出来，不是分谁高谁低。以后麻烦你了。难的是让所有人心甘情愿的让位。现在55型才算真正开始。核心参数在这里，需要再确认。时间线要压缩，这里可以并行。资源分配需要调整，可以等 B 组调配，支持前沿。万吨级仙舟只是开始，后面还要建造2万吨级的隐身巡洋仙舟。
公子，门外有您的童装求见，是您的童装李公子。蓝金袍青年，他怎么来了？阿飞，好久不见！小长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听说你去北冥宗留学了？何止留学，我现在拿到了英兰国瑞星宗的邀请，还有客卿令。这次回来是想带你一起走，去英兰国。你忘了咱们在斯洛仙学院立下的誓约了？科学无国界，修仙也无国界，哪里能发挥我的才能，我就去哪里。你这是什么话？我只是去做研究，你会后悔的。国内这点资源能做出什么名堂？说得好啊！沈飞，怎么了？谁来找你？一个大学同学去了北冥宗留学，现在要去英兰国瑞星宗，可惜了。人才流失啊！这些年有多少天才散修去了海外宗门？不提这个，五行仙舟项目进展如何2个月完成40%，按这速度，半年内就能完工。黑袍青年这速度简直是妖孽！我们江南厂干了30年，没见过这么快的。黑袍青年得先来我们这儿，和灵动力潜艇才是重中之重。诸位先别争，目前优先级最高的是浮空母舟项目，上面正在筹划从北冥宗引进挖良格号母舟。我希望你能加入母舟研发团队。辉发院士，这事儿得问术法青年的意思。他手里还有隐身巡洋仙舟的方案没公布呢。诸位前辈，容我把55型仙舟造完，再谈其他，可好？先把眼前的任务完成。母舟项目是绝密，参与人员必须背景干净。他是川蜀人，斯洛仙学院毕业，成绩优异，父母是灵果种植散修，家世清白。很好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对仙盟一片赤诚。灰发长袍男人，听说你听到了他和那个同学的对话？我活了60多年。听到这句话，眼角都湿了，真乃国之栋梁。正式授予他龙科院1级研究员头衔，这份认可代表着对他在研究领域杰出贡献的肯定。另外，奖励他200万灵石，这样的天才值得用重金留住。胡部长、高院士，你们怎么来了？
来看看你的进展，55行仙舟怎么样了？已完成一半，半年内肯定能下水试航。不过你也注意身体，别太拼命。因身份保密，不举行颜源头饰，望你理解。多谢黑衣部长。还有，这里面是200万临时奖金，拿着。200万，这太多了，我不能要。国家给的奖励，你必须收下。大人，这我怕不能胜任。不必多言，这是命令。是。那我一定继续努力。黑袍青年，船体已经完成了。这么快？不是还要半个月吗？3个月还快，您这速度才叫快呢。3个月建成万吨仙舟主体，简直是逆天速度。走，去船坞看看。动力系统已经开始安装，再过几天就能完成最后的合拢。长230丈，宽30丈，这比英兰国的阿利伯克级还要庞大。你创造了历史，是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。开始拼装。这是仙盟第1艘万吨级仙舟，也是全修仙第1艘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世界排水量最大的战船。诸位，船体拼完只是第一步，还有大量阵法和设备需要安装，大家继续努力。黑袍青年放心，我们组肯定比临阵组先完工。吹牛，咱们比比看，输了的请喝酒。就等您这个模块了。小心点儿，这是相控阵探测盘，精度要求极高。不到半年，您完成了无数核心模块。进去看看。这比我家都舒服啊！长230丈，宽30丈，
排水量近2万石，比英兰国的阿利伯克级和提康德罗加级都要庞大威武。我们仙盟水师终于有了自己的超级巨舰。术法少校，你做到了。少校，这艘船有名字了吗？有，叫华夏号。好名字。华夏号只是开始，总有一天，我要让仙盟的旗帜飘扬在九霄之上。华夏号所有阵法调试完毕，可以正式交付水师了。怎么没人？交接仪式呢？不搞那些虚的，自己还在动力室调试。你怎么照顾人的？灰发官服男，别骂工装男了。走，我们去动力室看看那个妖孽。是非，胡部长、曹指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早该来了，感谢你为水师做的一切。你做的贡献，整个水师都不会忘记。各位首长客气了，这是我分内的事。黑眼圈都到下巴了。我告诉你，下次再看到他这样，我拿你是问。部长，测试还没完成。你这个人好吧，测试完必须休息。30年了，水师终于有了自己的巨舰。法官将军，你看那2艘旧款在华夏号面前小渔船，一艘新款对上2艘旧款，结果如何？根本不在一个量级，再来几艘也只有挨打的份儿。好，进入演习海域，开始。朕发现2艘目标，距离170里，方位东南。全速前进，准备迎战。漂亮！
拦截普通符剑性能不错，那2艘旧款早就沉了。不过没必要欺负人。旧款又发射了8枚符剑，防空符剑拦截6枚，剩下2枚交给禁防阵。这拦截网密不透风，太快了，根本突不进去。发射全符剑！这是旧款最强的饱和攻击了。放心，全开！禁防阵全开！鱼雷干扰阵启动！这也太强了！海面上的移动华航很难对华夏号造成实质威胁。那什么样的对手才能？浮空母舟舰队。连浮空母舟都考虑进去了。仙舟再强也没有战场主动权，所以我最大限度增强了华校能威胁他的，只有浮空母舟舰队。有了华夏号，遇到敌国母舟舰队，我们也不用慌张了。母舟也需要强大的护卫。华夏号就是最强的带刀护卫。黑衣少校，这个军礼敬你，也敬华国水师。从今往后，说不定明年这个时候，天下何处去不得？探测阵技术进展如何？福建末端主动制导阵还可以接入北斗灵网系统，不过北斗的精度还跟不上，需要继续完善。进度呢？北斗项目每年拨款不少，但进度一直不理想。我可以提供一些灵阵优化方案，能大幅提升精度。真的？回头我把方案整理出来。黑衣少校，你对水师的贡献必将被整个水师铭记。等有一天你的身份能公开，整个华国都会记住你的名字。只是这段时间，你还要隐姓埋名。虚名不重要，
说到军衔，少校与你功劳相比太低了，你有什么想法？足够了。不然空军、陆军那些老家伙要指着我们脊梁骨骂了。各位请看，这是60型隐身巡洋仙舟的设计图。8000石，满载32000石，长380丈。但探测阵更先进，武器更强大，重点突出隐身性能。这比华夏还大。对，华夏号只是开胃菜，隐身巡洋仙舟才是我的终极目标。为什么突然要造巡洋舰？因为瓦良格号浮空母舟在回国的路上会遭遇强大的水势实力，无法改变这种状况。你说的对，没有实力就没有话语权。亲自参与隐身巡洋仙舟的研发建造。好，需要什么尽管开口。第一，给我3个月时间。第二，让灰发中年别老催我休息。奖励：元婴期功法天眼阵真招方案进阶版。系统啊，能改造成什么样的母舟？检测目标中预计改造方案：核零动力浮空母舟，可搭载各类灵鹰战船120架。是否现在查看？不急，先把巡洋舰造出来再说。新款55型已经领先全球仙舟，这研发建造要多久？亲自参与，人力物力足够的话，4个月。60型更大更复杂，反而只要4个月。60型和55型许多临阵部件可以通用。已经基本吃透了55型的技术要点，很多不必要的流程可以省去，自然快些。别太劳累，慢一点没关系，身体要紧。放心，我有分寸。研发建造费用呢？大概多少？70亿灵石左右。60型需要100亿出头。这个投入在可接受范围内。老胡，
海军军费还剩多少？今年200亿领事军费，加上日常开支。不过放心，不会耽误60星研发。我会向仙盟申请追加预算。限制了功能：60星巡洋仙舟，常规航速36节，动力拉满能到45节。反导阵一次能发射24枚零件，拦截能力大幅提升。黑袍少校，这些阻止你从来没说过。咱们天天在一起，你到底还瞒了多少？只是55型的技术，你们还没完全吃透，我怕一下子给太多，消化不了。36到45节航速，其他仙舟把动力核心开冒烟都追不上，4枚零件齐射，简直是金钟罩。黑衣少校，你对仙盟水师的建设方向有什么想法？3步走。说下去，东母洲舰队，2艘强力驱逐仙舟，4到6艘护卫仙舟，还有零钱仙舟、补给仙舟。我听说仙盟正在筹划购买瓦良格号母舟，但路上阻碍不少，所以我们需要足够强大的水师，才能确保他安全回国。莉莉亚国发生内战，仙盟决定派水师仙舟撤侨。又是他！这次不能只抗议谴责了，必须做出反应。撤侨正好检验远洋能力，测试动力系统，这些数据对60星研发很重要。高马尾军官，交给你，全权负责。是。曹指挥，莉莉亚内战提前了，那小巴黎那边呢？我担心小巴黎会发生对种花人的大迫害。那边虽然一直有排挤种花人的动作，但没有大规模事件啊。有任何异动都告诉我。另外，我想随华夏号去莉莉亚参加撤侨。我要去。来了。我需要实地了解远洋航行和撤侨的实际情况，对后续设计至关重要。高马尾巡官，你能保证黑衣少校的安全吗？全舰官兵，拼了命也不会让黑衣少校有事儿。好吧，但你要答应我，不许逞能。遵命。前世当牛马，连海都没见过，这辈子倒是圆梦了。老师，目前时速70海里，动力系统运转正常。奥卢基的空想级仙舟48海里，还快得多，跟船体造型、灵纹材质和动力系统有关。撤侨路线如何安排？海峡进印度洋，从索马里海域进入红海，最后停靠利雅得港。仙盟已经联系驻莉莉亚大使馆，让同胞在港口登舰。
看来华夏号的外观确实够震撼。等60型出来，他们怕是要以为是仙宫下凡了。啊！这船好大，造型好怪。老大，要不撤吧？这船看着就不好惹。预看的旗帜，不是英兰国的吗？抢英兰国的更刺激。可是老大，那是军舰啊！军舰怎么了？火箭弹伺候！舰长，发现4艘小型快艇正高速接近，海盗！这么大的军舰也敢抢，这些海盗是不要命了。怎么办？直接撞过去，让弟兄们练练手吧。准备发射灵箭，灭了他们！锁定完成，发射。真敢发射呢！这些海盗让多少船员家破人亡，死不足惜。继续前进。还差最后一批30人，正在路上。哎，大家跟紧，马上就到港口了。停止射击，让华国人的车队过去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我们的仙舟就是他们的希望。任务完成了。返航。回去之后，60型巡洋仙舟该开工了。撤侨任务完成，宿主当前等级金丹期1层。下一步就是让挖良格号安全回家。与此同时，小巴黎局势恶化，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逼近着。他们停火就是为了让我们安全通过。华国朋友，可以过来吗？我想和你合影，一起合影，这样拍照威风。朋友，我也来。华国朋友是我们的贵客。你们刚才还在打仗，但华国朋友必须保证你们安全。
谁赢还不一定呢。都到了吗？有没有人受伤？大使，人都在，没有人受伤。是国旗救了我们。炮弹就在身边炸开，我以为回不去了。看到那面红旗，我就知道有救了。仙盟派了仙舟来接你们回家。你们马上就能看到。真的？什么样的仙舟？你们马上就能看到。哟，你们还在这儿呢？听说你们国家没有远洋大仙舟，那怎么回家呀？游回去。军舰在路上了。你们国家有像样的军舰吗？看看我们英兰国出动了浮空母舟舰队，马上就到了。很好，你不要坐井观天。发展，连小灵车都造不好，还发展？南国的林鹰来了，我可以离开这个诡异地方了。让我上去。后面还有军舰会来接你们，等着吧。没关系，军舰马上就到。你们国家的呢？怕是连小渔船都派不出来吧？啊，至少7、8千石的巨舰。肯定是英兰国的。你怎么知道是英兰国的？除了英兰国，还有谁能造出来？你们国家最大的仙舟也就2、3千石吧？哼，这就是差距。怎么样，没见过吧？还好我当初明智，加入了英兰国籍。那里的灵气都比这里香甜。你被人家推倒在地还要跪舔，恶不恶心？你们这是嫉妒！你们这是嫉妒！别冲动，不值得。消消气，国家会越来越好的，咱们走着瞧。只有英兰国才能造出这样的仙舟。看好了，这才是大国实力！你们那些小渔船，趁早扔了吧！没错，见识下真正力量！哈哈哈，落后就得被淘汰。那些士兵，不是白人，不是黑人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华国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仙舟？这一定是冒充的。这么霸气的仙舟，是我们的！所有未登机的侨民，请自行寻找其他撤离方式，不会有军舰来接了。上去，我也是华国人。这个行吗？不行，请离开。再往前一步，视为入侵。起航，回家。华国的仙舟太震撼了！什么时候我们国家也能有这样的巨舰？祖国，我们回来了。
少校，这次撤侨任务完成的很圆满。是啊，不过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任务，60行巡洋仙舟的该加速了。下一步，让华夏号。你不是说英兰的空气都是甜的吗？现在怎么不去舔了？而这艘显然更先进。华国什么时候装备了如此恐怖的武库仙舟？这简直是未来战舰！我们还在用上一代的灵纹阵，他们已经跨越了2代。确定不是英兰国的？不是，旗帜是华国仙盟的。亲王殿下已备妥，快叫亲王来！父王，何事如此紧急？超级仙舟正在经过我们的海域，马上发出邀请，请他们访问吉普赞军港，我们愿意提供一切补给。我亲自带队迎接。黑袍少校沙洛陀邀请我们访问吉普赞港，还愿意提供补给，去不去？那可是仙盟军火的大金主啊！去，当然去，顺便薅点羊毛。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欢迎，欢迎，这位是……这是我们华夏号的技术总师黑衣少校。如此年轻的天才，能由您陪同参观，真是荣幸。这艘仙舟是在毛雄宗现代级基础上自主研发的2代半仙舟，全长230丈，满载排水量18500石，最大航速36节。18500石，这比英兰国的阿里伯克级还大。大的武装系统，装备有36毫米双联装130名舰炮，垂直发射井144个，850毫米通用型，动力为第4代熔岩合灵阵，全电推进，几乎无限续航。合灵动力，无限续航，这还叫2代半？这336毫米电磁灵晶炮，利用电磁场加速灵晶弹，
初速可达5倍，音速是普通灵晶炮的10倍，几乎不可能被拦截。电磁炮，英兰国提出这个概念很多年了，还停留在理论阶段。率先提出，不代表就能率先造出来。殿下，不介意我演示一下吧？当然，您是最好的朋友。现在试射，需要贵方提供一个靶场。这里，我们的临阵测试场，钢筋混凝土标靶。可以。准备电磁炮试射，输入打击坐标，坐标输入完成，发射。命中！钢筋混凝土标靶被彻底摧毁。重复，标靶被彻底摧毁。200多里的射程，还能精准命中，这已经和制导零件差不多了。太震撼了！如果我们也能有这样的仙舟就好了。我们正准备建造一批排水量4000多石的出口型仙舟。4000多石，核动力，还能装电磁炮。利用江南仙舟厂现有的旧款55型生产线和船体，移植华夏号的技术，可以批量建造，用于出口。我们一直想发展水师，保障航道安全。210战期间，伊波斯国的袭船战让我们损失惨重。有2、3千石的老旧仙舟，从高炉机建的古董。黑衣少校，您这么年轻，说的这些权限够吗？华夏号就是我主持研发建造的。维多亲王，年轻少校的话具有全权代表资格。他的技术方案，仙盟全力支持。您真是了不起的天才！您过奖了，我直接预定3艘，如果海军满意，还会采购更多。我们随时准备交付。3艘，连样品都没看到就下单，土豪的世界我真的不懂。所以人家是土豪啊！境外贸版55型仙舟的先进强大，等造出来肯定大受欢迎。杀骆驼必须抢先装备。不会让殿下失望的。排水量4300石，130毫米电磁炮，
配备先值探测阵，配备防空零件与反舰零件。麻雀虽小，为仙舟中最强的。多少钱一艘？5亿灵石一艘，武器弹药另算。成交，先来3艘。府邸做客如何？哦，我介绍表妹公主给您认识。殿下美意，下次一定。黑袍上校，45亿灵石的订单是真的啊？真的。把新款55型的技术移植到旧款55型上，让我们也加入设计研发吧。求之不得。回国路上10几天，基本可以完成设计，回去就能直接开工。少校在沙洛陀签下了45亿灵石的军火订单，3艘出口一大突破。我将文件留在这里，供您审阅。什么？我让他去撤侨，他给我卖了军火？得订单，这下研发60型巡洋仙舟和购买到资金都不愁了。这个年轻军官真是妖孽。旧款55型的生产线因为英兰国断供而封存多年，现在他要重启了。舰长，发现2艘不明仙舟正朝我方驶来，距离50里。什么势力？无法识别灵纹信号，但速度很快，可能是英兰国的。全舰戒备，但不要先动手，也许是来欢迎我们的。欢迎，怕是来探底的。来者不善，不过正好让他们见识一下华夏号的实力。距离40里。